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10月9日，国庆长假后首个交易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日急涨超过1000点，收于6.6932，收复6.7关口，较上一个交易日收盘6.8106上涨了1174点。以换汇10万美元为例，今日与5月底相比，就可省近3万元人民币。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过快，10月10日，央行发布公告称，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而上一次央行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还是在2年前，准备金调低后，市场上的外汇供给就会增加，从而减缓人民币升值。那么此次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本期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2015年8月31日，在经历811汇改初期的人民币大跌后，央行从2015年10月15日起，对开展远期受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20%，外汇风险准备金按月缴存，当月额度为上月远期受汇签约额乘以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金融机构需要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存至央行上海总部设立的金融机构外汇风险准备金专用账户，冻结期为1年，利率为0%。央行此次先后2次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2017年9月9日，在人民币汇率走出单日贬值预期后，央行将由其20%降为0%。2018年8月6日，由于中美贸易战争，人民币贬值加速，央行又将其调回20%。针对近日人民币升值过快，央行又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准备金调整为0%。此次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我们可以从中美双方来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美国方面，从短期来分析，此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上涨，主要受市场情绪影响，而影响市场情绪最大的因素是扑朔迷离的美国大选。如果拜登上台，对华加征关税大概率会被取消，人民币有进一步升值的可能。但如果特朗普连任，反过来也会有较大的贬值压力，容易造成汇率巨幅波动。从近期市场的反应来看，资本市场明显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要大于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被确认新冠后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仍然保持领先。截止到9月14日的民调，拜登的支持率依然领先特朗普 7.1 个百分点。在博彩市场上，9月15日的数据显示，拜登的赢率要高出特朗普 5.8 个百分点。拜登的政策将会更加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主张加大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放缓，这些都不利于美元。事实上，拜登和民主党的经济智囊认为，只要没有高通胀，就可以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这些年积累的财政赤字。只要最大可能实现就业，那么美元贬值完全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从长期来分析，疫情和应对失误对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利于美元的走势。而6月以来，美国的疫情再次升温，推动美元下行。美元通常在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更好时走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全球差不多所有可交易的资产都因为经济的回暖而上涨，但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却在这一年显著贬值。美元流动性泛滥是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主因之一。年初美国疫情爆发和全球资本市场暴跌，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和无底线宽松政策，为市场紧急提供流动性，平息市场的恐慌情绪。4月，美国疫情趋于稳定，全球资产价格逐渐修复以后，美元流动性泛滥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美国 M2 增速由2月的 6.81% 增至8月历史高位的 23.23%。美元指数由5月中旬的100左右降至8月底的约92，贬值了约8%。9月小幅反弹至94.5左右。
另外，全球的低利率和低通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严重也极难解决的贫富差距，这导致了富人和利润丰厚的大企业过度储蓄的行为。理论上，名义利率应该降到负数，才能够平衡储蓄与投资。美联储不愿意执行名义负利率，就只能通过刺激通胀，以压低实际利率，降低过度储蓄的行为。但无论是直接采取名义负利率，还是拖延加息，都会导致美元贬值。另外，从2010年开始，国际资金的大体趋势是从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市场流出，同时流入到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抵押债券市场，支撑了美国房地产的复苏。但两相抵扣之后，这些年净流入的美国资金维持在下降的趋势，并且在最近1年由正转负，变成了净流出850亿美元。我们再来看中国国内方面，中国从2005年开始汇改，第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05年7月21日，提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另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4年3月17日，中国开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日波动幅度由正负1%扩大到正负2%。影响最大的是2015年的811汇改，是中国汇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等于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加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这实际上给可报价的商业银行作为参考。在次日上午9点，共有13家报价行报价，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加权平均得出的中间价，然后在9点15分宣布当日中间价，9点30分开始交易。811汇改还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约2%，央行借此机会将人民币贬值压力一次性释放。汇改之后，央行对外汇一直是弱管理，很少直接进行行政干预，汇率基本上是根据货币供求来进行波动。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预计将会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开放，资本流入还在继续。汇丰银行研究新兴市场外汇业务主管表示，中国债券市场被彭博巴克莱指数和摩根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纳入之后，平均每月吸引资本流入110亿美元，是2019年月均数的2倍。预计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到2020年11月。此后，国际3大主流债券指数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也将纳入中国国债。这个举动将引发2021年新一轮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从目前的经济复苏情况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体近日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疫情反弹，经济恢复有所放缓，而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度不断上升，各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进口不减反增，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影响到出口。那么人民币升值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首先看正面影响，对于有资金出国投资理财需求的人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以换汇10万美元为例，现在换汇和5月底相比就可以省近3万人民币。如果你想资金出国投资美股或者购买美国其他资产，这个时候换汇无疑是最好的时机。如果你想换汇美元投资美国市场，却还没有美国银行账户，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报联络我咨询办理。另外，负面影响是，人民币升值的一大动因是境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内资金过多，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